只做一件事，让字体立刻吸引别人的目光，办得到吗？嗨，我是君令，这是我的写字频道君令学堂，欢迎在频道中和我一起学写字。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就等于可以得到每个礼拜有机会上一堂免费的写字课哦。记得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课程的通知哦。如果你问我有没有方法，只做一件事就可以让字体立刻有改善，马上让人眼睛一亮，吸引别人的目光，甚至得到大家的赞美，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有的，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如果想知道那是什么，就继续看下去吧。只改变一个部分就要让字体变美，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就从实际的字体例子下去做说明吧。画面上这个去字该如何让它只动一个部分，而字体立刻就有美感上的提升呢？好，现在我就用红笔在上面做一下更改。好，我在横画的方向拉了一个主笔，现在我在竖画的方向再拉一个主笔。好，这样一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去字开始有了很大的不同呢？我们先来说明一下主笔的概念哦。在我们的字体里，其实有4个方位，第一个方位是上，第二个方位是下，第三个方位是左，第4个方位是右。其实每一个方位都可以延伸一个主笔，但是4个方位都有主笔出现，这对初学者来讲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尽量在字体中抓一个概念，就是让其中一个方位出现主笔，这样就可以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字体得到很大的改善哦。我再把去字写一次给大家看，那么大家就会明白，当主笔出现时，字体立刻就有了不同了。这个去跟刚刚小小的去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呢？刚刚的去字我动了2个部分，让去字抓出2个方位的主笔，于是去字就变美了。那现在的贵字我可真的只动一个部分就要让贵字变美，那我该动什么部分呢？延伸刚刚主笔的概念，我们知道拉长字体其中一个方位的笔画，就可以让字体更有伸展的美感。那我们来看一下贵字吧，在贵字里到底抓出哪一个笔画做主笔，可以让贵字显得层次更为分明呢？好，看一下贵字有好多横画呀，这些横画里哪一个横画能够被延伸凸显呢？中间的这个长横就可以被利用来当做主笔，于是我们就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笔画，让它伸长，于是贵字就更有主次之分了。好，我们把贵字重新书写一次给大家看。在书写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做出主笔的长度，让主笔能够更为凸显。当主笔被凸显的时候，字体的美感就会这样子不知不觉的被提升了。所以当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找出一个笔画当主笔是非常重要的哦。小小总结一下去字跟贵字。去字我示范了上方以及横向的主笔，贵字专注在跟大家说明横向的主笔。那到底还有没有其他方向的主笔，我们也可以去伸展笔画呢？当然有哦，继续看下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画面上的这个2字吧。2字要延伸什么笔画来做它的主笔吗？如果我只挑一个笔画做延伸的话，找横向笔画好吗？横向笔画做延伸对这个2字并没有什么美感上的提升帮助。那么还有什么方向的笔画呢？其实斜钩也是我们经常用来做主笔的笔画。我现在拉长斜钩给大家看，斜钩一拉长，主笔的气势就出来咯。我们再来写一次2给大家看。斜钩在我们的字体里也经常会被当作是主笔的人选，
因为斜钩的气势也是非常强烈的。拉长斜钩，于是要凸显它，就将它写长一点，这样子就凸显了斜向的主笔了。从刚刚到现在，我们提出了横画以及斜钩可以当主笔。那我们再来看之这个字咯。之这个字只改变一个笔画，要让它的字体马上变美，该怎么做呢？到底什么部分可以作为延伸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现在我把这个捺画凸显出去。捺画也是我们笔画中经常用来做主笔的笔画，捺画也是气势非常强的笔画哦。我们现在再把字写一次，这个时候捺画让它尽情的伸展，变成主笔。我们只改变一个部分，就让字体变美的小魔术进行到现在，大家有没有更有概念了呢？其实这个魔术就是在字体中找出主笔并加以凸显，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字体在美感上面快速的提升。好，那我们再看地这个字咯。地这个字到底该凸显谁当主笔呢？我们可以观察什么笔画最适合延伸，最适合延伸的笔画其实也就是作为主笔的首选。那我们看一下地这个字哦，地这个字到底应该凸显谁做主笔呢？那我就选择一个笔画来拉长咯，那就是竖曲钩。那上面这个竖画其实也可以稍微延伸哦。好，那我们来再把它写一次的话，我们就会把地写成是这个样子，土部，然后也竖画延伸，竖曲钩拉长，尽情的往右侧伸展。影片看到这里，应该有些观众心里觉得，君令啊，你的声音也卡得太奇怪了吧？其实拍摄这集影片的同时，君令正在跟新冠肺炎奋战呢。没错，我确诊了。光是连确诊都要拍片的这股热情，你说能够不按赞鼓励吗？快点留言帮我打个气吧。对硬笔字也有热情的你，赶快留些话给君令吧，浮出水面跟我打打招呼。接下来要教大家写之这个字咯。之这个字要怎么写的好看呢？那我们要把握几个原则哦。首先第一个，点画的部分要对齐我们的纵线来写，所以我们下第一个点画了。好，接着我们要处理横画、撇画跟捺画。横画的部分从旁边稍微往中间一点。好，接着我们要撇画部分，撇画等一下跟我们的横画夹出来的这个角要小，那接下来右侧张开这个角要大。好，所以我们要写第二个撇的部分。第二个撇的部分呢，大概抓旁边，大概跟这个形成的点画它的距离1倍的距离。好，那我们下撇画，夹出一个小角。好，你看角度够小吧？角度小小就够咯，因为之字这边不需要太大，不然整个结构就松散了。接着我们再写一个横画，那先走横，再往下写出捺。好，所以我们就会大概形成这边是1倍的高度，这边大约是2倍高度，这样子的之字咯。今天在影片里教大家什么是主笔的概念，希望大家透过找出字体的主笔，快速的让字体变美。另外也示范了之字怎么写，希望看完这集影片后，大家也能够把之这个字写好哦。影片最后一样整理了之字的写法送给大家，老朋友都知道，这是君令奖励看到最后认真学生的方法哦。如果能够对你产生帮助，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个赞。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是个好频道，记得订阅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让好影片不寂寞，好频道不被埋没。邀请你协助让频道中提出的观念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谢谢你，我们下次见。